是哪来的猪啊？快走，快，小飞！我不能猜呀！让开！小飞，小飞！小飞！让开！让开！小飞，去！哎，谁家的猪啊？谁家的猪？小飞，谁家的猪？不好意思，老板，小飞怎么又是起来了？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跑了呢？急头！尾巴放干净点。九公主，赶紧跟属下回宫吧！九公主，皇上他们都很想你啊！九公主，公主，你居然敢拦本公主！你信不信本公主放猪咬你啊？不过你得先把本公主的猪还回来。是。九公主，皇上已经下旨亲封您的夫君董驸马为新科状元，并且命令秦国公破格收他为关门弟子。如今咱们的状元郎啊，已经是名动天下，您再也不用担心他自卑隐瞒您是大仓国公主的身份了。新科状元，还要秦国公亲自教导，很好，这样董永哥哥就不会再因为自己出身不好而郁郁寡欢了。做得不错，你去把金鹿阁的地契取来，再去备上3份大礼，等我把这头猪卖了，就要去找他，跟他坦白我九公主的身份。是。哎，等一下，哎，要不这头猪就卖给你了。3年前，我陪父皇微服私巡，在七仙楼遇险，幸得董永哥哥相救。今日他将我约到这里来庆祝怀念，当真是有心了。也不枉我这3年来为他打点一切，祝他功成名就。姑娘，我叫秦风，今年20有1，带兵打仗10年有余，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秦风，好熟悉的名字。姑娘，该你自报家门了。我叫沈玉露，今年18。你带兵打仗了10年，我养了3年猪。养猪？不过无所谓了。这份婚书你且收好，今晚的迎凤宴上可能会用到。什么？红楼楼主没有跟你说吗？你与我假结婚1日，我给你500两银子，这是婚书啊。哎，等等，你不是红楼的人？当然不是啦，红楼是喝花酒的地方，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失礼，我认错人了。那你还不快放开我！若不是九公主突现于州城，我祖父大为重视，甚至有意撮合我俩，我也不必找红楼的人家成亲，搞得这般慌张。驾，让开！让开！驾，快让开！小心！董永哥哥，让开！董永哥哥，他是谁？既然你问了，我也不瞒你了。她，户部尚书苏家的2小姐，今日的状元夫人，我的娘子。娘子？董永哥哥，她是你的娘子，那我是谁？不然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要休我！你要休我！你没看错呀，沈云露，我现在是官至5品，是皇上钦点的状元郎。你这个臭猪婆，不配站在我身边了。董永哥哥，这3年来你寒窗苦读，是我在挣钱养你，就因为你现在飞黄腾达了，就要把我休了是吗？不然呢，沈云露？哎，我给了你3年时间，是你自己不争气，上不了台面，3年了还是个糟糠，帮不了我一点忙，不像娇娇。
我帮不上你一点忙，那他能帮你什么？我帮董永哥哥获得了秦国公的青睐。你？没错，就是我。这是秦国公的亲笔信，信中国公大人对董永哥哥夸赞有加，更是直接收他为关门弟子。古往今来，任何大家的关门弟子都跟师傅的半个儿子差不多了，更别说我们大仓国的秦国公了。天下谁人不知啊？秦府可是大仓国4大公府之首，秦国公跟皇上更是肺腑之交。秦家一脉为皇上南征北战，开疆扩土。秦家的二公子秦风更是年纪轻轻便上旨杀敌，14岁便获得了大明战神的称号，更是有传言他要与皇上最宠爱的九公主联姻。我前途可是一片光明啊！这不，九公主思寻刚抵渝州城，国公府设宴接应，参加迎凤宴觐见九公主，需带一个女眷，不带我，难道带你这个臭烘烘的猪婆啊？我不会去国公府的迎凤宴，去了也见不到我。董永哥哥，不准喊我董永哥哥，喊我董大人。董大人，好，董大人，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九公主。这3年来，你寒窗苦读，是我在挣钱养家，你仕途顺利，也是我在暗中相助。还有你跟国公府，笑死人了！沈玉露，你就一个臭卖猪的，还九公主？你知不知道冒充九公主是要砍头的？我没有冒充，怕什么砍头？还有，董永哥哥能获得秦国公的青睐，都是我一手促成的，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你一手促成的？你一个小小户部尚书之女，也配？他不配，你配呀！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穿的是什么，我看到你的样子，听到你的声音都让我感到恶心。这3年来，你除了能拖我后腿，还能干什么呀？恶心？拖你后腿？董永，你这3年来问我要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恶心？我和你在一起3年，起早贪黑供你读书，到最后却换来恶心、拖后腿这5个字是吗？话说回来，3年前要不是看你无家可归，我才收留你。这3年管你吃管你住也差不多了吧？我无家可归？你干嘛呀？董永，你给我听好了，你头顶的天，脚踩的地，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属于我沈家的。沈玉露，什么沈家呀？你真当自己是天家人呀？我本来就是，如若不是当初为了你隐瞒身份，你们连见我一面的机会都没有。沈玉露，我看你是失心疯犯了，冒充九公主还上瘾了，我现在就让人报官抓你。算了，娇娇，如今我得了秦国公的青睐，更应该重视自己的声誉。这事儿闹大，沈玉露光脚不怕穿鞋的，最吃亏的是我。那这是20两银子，就当给你的补偿。收下，赶紧滚，别在我面前摆着。还不赶紧拿着！这20两银子是你卖一辈子臭猪都赚不到的。说得对，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董永，我要告诉你，离开了你，我不是没人要。你疯了！我希望你不要后悔。你不是要和我成亲吗？走。哎，等一下，姑娘，我说的只是契约成亲。我可以跟你契约成亲，我还不要你那500两银子，你干不干？行，一言为定。沈玉露，哎，我知道，我离开你啊，确实让你一时接受不了，但你也没必要自轻自贱，找个小白脸来撑场面吧？放肆！你说谁是小白脸？我乃堂堂龙腾飞将。龙腾飞将？你不会是想说你是秦风秦将军吧？还真是物以类聚，一个说自己是九公主，一个说自己是九公主的未婚夫龙腾飞将。你们呀，脸皮真的是太厚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未婚夫是龙腾飞将了？
哎，好了好了，连我都没见过龙腾飞将，你一个小白脸还敢自称将军？我父皇曾多次召见秦家老二，他就是龙腾飞将秦风。你父皇？姑娘，你这么吹，显得我说的话也不太可信啊。哎呦，没吹，就知道说大话的废物是没前途的。董永哥哥，今晚你去了国公府，就能见到你仰慕之人，战功赫赫的大将军秦风了。我听说秦风在外征战多年，10几年只回了渝州城寥寥几次，这次更是为了公主。哎，你跟他自幼相识，能不能到时候也见一二？这个包在我身上。我与这女子相识，我确定没有见过她呀。我真的很好奇，你们两个说大话，到了迎凤宴上怎么收场？你个废物，这轮得到你插嘴吗？一群白痴！哎呀，好了好了，娇娇，别生气了啊。今天是我初登秦府的重要日子，咱们要忙的事情还多着呢，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哼，贱人，这次暂且饶过你。走吧。走吧。哎，姑娘，那婚约之事，这个亲，你想怎么成？啊？什么？肌肤之亲，够吗？姑娘，我既已经接下你的婚书，你该称我为娘子。你倒挺随意的。你要找一个黄楼女子成亲，你也不遑多让嘛。行了，你以后就是我秦府的夫人了。3年的陪伴，3年的默默付出，竟然换来了这样的结局。相公高中状元之日，却是你当街被休，一无所有之时。董永他无情无义，真是可怜呐。好了，这件事儿我以后都不想再提了。今晚的迎凤宴是秦国公为了宴请我而设立的，你我一同前去，我还可以让他们假装你是秦二爷，帮你圆了今天吹的牛，怎么样？我乃堂堂龙腾飞将秦风，何须我祖父承认？倒是你，董永那个家伙狗眼看人低，到时候你跟我去迎凤宴上，我给你一个将军夫人的身份，让董永后悔休了你，如何？我还需要你给我身份？我可是堂堂九公主。是，你是九公主，他是龙腾飞将，你们是铁锅配铁炉，绝配，对了吧？呸！拜达要俺做生意了。你现在可是我夫人了，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秦府啊？不用，我自己有地方住。喏，这栋酒楼的顶层整个都是我的。他家老板为了讨好我，哎，小肥，你怎么回来了？七仙楼乃是当朝太子的产业，你说这七仙楼是太子殿下为了讨好你？对啊，我要是不喜欢，他可做不成太子之位。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什么话都敢说。你说这些话，连秦家都不敢非议。我又没说谎，太子哥哥。别再说了，我先去处理一下军中的事务，稍后过来就接你去迎凤宴。哎，你自己去就行，我可以自己去迎凤宴的。你没有请帖，你不用担心请帖的事儿。好，你到了就跟他们说你是我九公主的人，他们自然会放你进去的。这迎凤宴是我秦家举办的，我要什么请帖啊？我担心的是你没有。喂，这人怎么不听人讲话呀？喂，他这九公主的人设维持到挺久了。他这秦二爷的身份还真是屹立不倒。算了，处理军务要紧。驾！七仙楼掌柜童威参见九公主。九公主千岁，千岁！起来吧。九公主，属下不敢，不知道九公主要来，有所怠慢，
属下有罪。我3年没来过七仙楼，这里却一尘不染，可见你日日派人打扫。既然如此，何罪之有啊？起来吧，起来！谢九公主。今夜秦国公府的迎凤宴后，我将会在这里小住几日，任何人都不能来打扰我。是。你再吩咐甄丹，将我给董永的礼物全都收回来，直接送到迎凤宴上去，作为我给秦国公的见面礼。是。怎么？你还有事儿？九公主，确有一事，太子寻不到你，这才命我询问。户部尚书之子苏明迁任为督察院御史一事，你怎么看？户部尚书苏家，苏明，苏娇娇的哥哥，有意思了。正是，太子觉得督察院乃九公主5年前一手创办，御史一职的人选还是得九公主自己定夺才行。就定他，宣布下去，我将会在迎凤宴上亲自为他加封。哎呀，今日九公主莅临渝州城，秦府又要举办迎凤宴，你功成名就，迎娶我家娇娇，真可谓是3喜临门呐！是4喜。哎呀，你每次这么慌慌张张的，又有何喜事啊？爹，天大的好事啊！哦，九公主钦定我为督察院御史，并要在今晚亲自为我加封。哎呀，太好了呀！九公主要亲自为你加封，这可是咱们苏家莫大的荣幸啊！咱们苏家前有皇上钦点董永哥哥的重任，后有九公主亲自为大哥加封，这是天大的喜事啊！恭喜兄长，贺喜兄长！有九公主的照顾，苏家跻身进大仓国10大世家指日可待。幸亏我早早的踹了手一路，成了苏家女婿，真是太好了。好了，不说了，迎凤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下去准备了。快去吧。我们也去。行，赶去啊！但是一定要打扮一番，让九公主赏心悦目。九公主，我们终于到了。这一路走过来，小肥都掉了2两肉呢。掉的是肥肉，长的可是鸡肉，这样味道才好呢。哎，不错，这句话写进我们的肥猪养殖技术宝典里。你们2个来这儿干嘛？这谁牵的猪啊？赶紧给我牵走！我们是应邀来参加迎凤宴。你们参加迎凤宴？请帖拿出来看看。拿呀。我没有请帖。没有请帖你就滚一边去！你也不看看今天是我们秦府什么日子？这么多贵宾，你吓得谁10个脑袋你都赔不起。你可知道我是谁？你是七仙楼的佟掌柜，正是在下。佟掌柜在渝州城也算是个人物，但是在我们秦家面前也还是不够看的。尤其是今晚还有那样的大人物要亲临，没有请帖就赶紧滚。我是不够看，但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谁？就这个养猪的穷鬼！你赶紧给我滚啊！别弄脏我们府上的路！你们面前的就是今晚的大人物。你的意思是这个卖猪的是九公主啊？那她是九公主，我还是当今的明人皇上呢。放肆！我父皇的名讳也是你们2个能够直呼的，把你们管家齐云中喊出来见我。他是什么来历？怎么认识云烟？他是什么来历？想必是铁了心来找闹腾，多方打听过。我再说最后一遍，把齐云中给我叫出来！放肆！云爷的名号也是你直接喊的，我劝你啊，没事给我赶紧滚！董大人，董大人，苏小姐，苏小姐，哟，
我说怎么老远就闻到一股穷酸味儿，原来是你呀！明前，沈玉露，你是狗皮膏药吗？我都把你休了，你怎么还追到秦府来了？真是有够不要脸！董永哥哥，他这种人，好不容易有过一次见世面的机会，肯定是不想错过。沈玉露，你这种身份，牵着头猪就想进国公府，你是不怕被扫地出门？你，董大人，苏小姐，您放心，他们没有请帖，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进去的。瞧，这是我们的请帖，羡慕吗？苏娇娇，你这种身份进去也不过是个陪衬，你有什么好得意的？陪衬？你应该不知道吧？今夜，九公主将会为苏娇娇的长兄苏明，未来的督察院御史加封。你知道督察院御史是什么吗？掌管所有朝臣仕途之人。那时候，大仓国满朝文武将会看我哥的脸色行事。督察院只在维护朝廷，为百姓服务，到了你口中，却成了谋权夺利的手段。苏娇娇，你就不怕你哥的那顶乌纱帽还没戴稳就被撸下来了吗？我哥可是得九公主青睐之人，今夜名满天下是必然。你这种下等人啊，就等着羡慕嫉妒恨吧。今夜迎风宴上必定是热闹非凡，你应该很想进，不过可惜了，今天你就是下跪求我，我也不会用我的请帖放你进去。怎么着，我的请帖还要看看吗？大人，我们云爷交代过，您是贵客，哪还用得着看请帖呀？贵客？你笑什么？好你个沈玉露，董永哥哥休你才不过半天，你就傍上2个野男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辱骂九公主！我可是当今圣上钦点的状元郎，苏娇娇的长兄又是九公主看上的御史。未来苏家不说权倾一方，至少也是能位列大仓国10大家族的。我知道你读书少，但你应该听说过民不与官斗。你一介商贾也敢欺负我的女人，赶紧跟娇娇道歉。九公主，我早已与他恩断义绝，从此以后，皇家不会再给这个人任何好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没了九公主的支持，董永在我眼里一文不名，想要我道歉，先问问我手里的佩剑答不答应？土匪，你敢！这个野男人叫你什么？你真是疯了，敢冒充九公主！董大人，我这就把他们俩赶走。哎，你们俩赶紧走啊，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今夜九公主亲临，你们要对谁不客气？下！你们要对谁不客气？她可是我秦风的夫人，也就是秦家的当家祖母。你们敢对祖母不敬？好你个沈玉露，竟敢把这个小白脸带到国公府来！看来今晚这2人是铁了心想进秦府巴结权贵的。喂，秦风，只有大家族的主母才能称之为主母，你不清楚别在这瞎喊。虽然我们只是契约中情，但是该给你的我全部都给你。看你俩今晚都穿金戴银的，沈玉露，你不会为了这个小白脸把那20两银子都花出去了吧？光是他身上的这个玉佩就价值黄金万两，你不识货就赶紧闭嘴吧！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1块玉佩就黄金万两，他不会真的是秦二爷吧？好，他说他是秦二爷，你们2位见过他吗？怎么可能？他要是秦二爷，那我还是玉皇大帝呢。秦风，我早就跟你说了吧，让你别吹牛。你看，现在被秦家人当面拆穿了吧？我在外征战多年，一直没有回家，他不认识我也正常。去，把秦云中叫出来。放肆！云爷掌管秦家上上下下多少事宜呀？今夜又要迎接九公主亲临，其实你想见就能见的。你个混账！你不过是他请来的小白脸，竟敢直呼云爷名讳，你想死不成？秦云中不过是我秦家的管家而已，有什么不能直呼名讳的？倒是我若直呼他的大名，他该胆战心惊。哼，行，你们2人不管是吧？就不怕我进去禀报吗？管！董大人您别生气，
要不你们先进去，一会儿的画面呢会比较血腥。这还差不多。一会儿我会跟云野禀报的。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害我们一直挨训。今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住手！哎呦，两个蠢货，你们在做什么？云野，冤枉啊！是这个臭卖猪的没有请帖，还要强闯入府，把董大人和苏小姐都给得罪了。没错，云野，这小白脸是这个养猪被养的面首啊！你说谁是面首？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是我们的二爷啊！他还真是秦二爷。二爷，是我没有教导好奴才，冒犯了您，请二爷恕罪。你真的是龙腾飞将秦二爷？我跟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秦云舟，你的人侮辱我没有关系，但他们不能侮辱他。他是……重新给你介绍一下，沈玉露沈姑娘，我秦风的夫人。夫人，你有异议？老奴不敢，还不赶紧给二爷跟夫人道歉！是小的有眼无珠，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请夫人恕罪，夫人饶命啊！夫人饶命啊！我根本就没有生他们的气，快让他们起来吧。滚吧！是。二爷，有件事情需要您亲自处理。你跟童薇先进去吧。好。没想到他竟真是秦二爷。哎，那小飞怎么办？放心。二爷，属下刚刚得到消息，九公主已经出发，应该马上就要到了。九公主亲临，此事不能怠慢，你我守这儿。好。公主殿下，这秦家得知你要亲临举办这场迎凤宴，可花了不少心思呢。你看，大殿上还为你设置了凤仪。还行吧。也是啊，九公主你年纪轻轻就成了大仓国的首富，什么样的没见过？秦家不值一提。这秦家园林的设计借鉴的可是我金鹿阁的风格，倒也不能说不值一提，堪堪入目吧。是，金鹿阁的一砖一瓦都是公主你亲手构设的，自然是无人能比。董永哥哥，你看这宴会好热闹，那凤仪也好漂亮。等你跟我哥在朝廷上站稳了，我们也要为九公主举办更隆重的宴会。那是自然，连皇上都言，得九公主者得天下。咱们跟九公主搞好关系，董苏两家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我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等他一到，我们便能一睹九公主的天容了。我早就听说九公主那是生的国色天香，哪怕远远的让人看上一眼，便叫人永生难忘。那你准备要瞧上几眼？哎，别生气嘛！九公主那可是天皇贵胄，千金之躯，我哪敢惦记啊？算你有点眼力见。沈玉露，这个贱人怎么会进来啊？这不是七仙楼的掌柜童薇吗？以他的身份，没有资格参加迎凤宴吧？他身边那个女人什么来历呀？看起来挺有气质啊。两位大人，诸位大人说笑了，她只不过是一个被人休弃的下堂妇罢了，能有什么气质？卖猪的气质吗？下堂妇？这种人怎么能出现在迎凤宴呢？别玷污了迎凤宴的档次。就是。这是谁呀？气质真好。是啊，抓来干什么？他怎么进来的？沈玉露，你这个贱人，你怎么会在这儿？这宴会本就是为我而设的，如若我今日不来，你们的戏还怎么唱下去？他竟然说这宴会是为他准备的，狂妄！沈玉露，你不会是冲着我董永哥哥过来的吧？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可是秦府九公主将亲临的迎凤宴，那所以呢？无知贱妇，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你捏死？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夹紧尾巴，赶紧滚！这没你的位置。没有我的位置。如若今日我不坐下，在场的各位都得跪着。
你可知今日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吗？哼！皇上巨贾，家财万贯，下席；名门望族，百年世家，中位；朝廷大员，封疆大吏，才配上座。你这个死猪婆，这么嚣张，想坐哪席啊？哎，你那天皇贵胄，金枝玉叶，当朝九公主，应该坐在哪里呢？属下参见公主。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混账！苏大人到！九公主的凤仪，也是你这个下等人能做的？苏大人，大唐国史上最年轻的督察府御史，他怎么来了？哎，今夜九公主会在宴会上亲自为苏大人加封，这般的荣耀，他怎么会不来呢？一个状元，一个御史，这女的把他俩都得罪了，那可惨了。哎呀，就是啊。参见苏大人。哥，就是这个贱人，屡次冒充九公主，还坐上了九公主的凤椅，玷污了龙凤宴。哪里来的贱民？胆子竟然这么大！苏明，你好大的胆子！童威，苏明，看在你有几分真才实学的份上，本宫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本宫看清楚，本宫到底是谁？你为何自称本宫？此女子气场这么强大，莫非她？沈玉洛，就算再看100遍，你依旧是那个上不得台面的下等人。哥，你就别跟他废话了，你都是督察府御史了，捏死他还不比捏死一只蚂蚁容易？哎，娇娇，低调。你不要被这个贱人给欺骗了，他就是当初纠缠了我3年，耽误了我跟娇娇在一起的那个人。是他？3年前，你住着漏风的破草棚，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吃了上顿没下顿。你确定是我耽误了你们2个，而不是他苏娇娇根本就看不上那时候的你吗？你胡说！明明是我看上董永哥哥的才能，如果不是你的拖累，他早就在我们苏家青云直上了。一个小小的户部尚书，也配叫青云直上？苏娇娇，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小小的户部尚书，这位姑娘，你好大的口气啊！瞧不起我苏家，是不是连我这个督察府御史也瞧不起啊？我为什么要瞧得起你？混账！你胆敢对大官出言不逊，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今日别说是一个小小的苏明，就算是他爹来了，敢动我，那也是满门抄斩的死罪。苏明，你好大的胆子！你知不知道你打的是？童威，哼！你们一个个蠢货，举高踩低，还真是百姓的好父母官呢！你绝望了，要哭了？大家都欺辱你，你很不服气是不是？但是你不服气也得给我憋着，因为这就是现实。哦，什么现实？我哥九公主亲封的御史，我夫君皇上钦点的新科状元，天家给了我苏家这么多荣耀，难道大家不捧着我们，还要给你这个无名贱妇说话不成？你笑什么？我笑你们一个个蠢货，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是吗？你的意思等于一个九公主亲封的御史，还比不上你一个卖猪肉的村妇。你还不配和我比身份？贱妇，胆敢以下犯上冲撞我，今日不教训你，丢的是九公主的脸。来人！是。赤房。苏明，别怪我没提醒你，动他，苏家满门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我倒想看看他苏明今日敢怎么对我。够了够了，沈玉露，我知道我休着你对你打击很大，但这可不是你闹事的理由。你现在赶紧给我跪下，给苏兄和娇娇道歉，然后滚出国公府，不要耽误我们迎接九公主。让我下跪，他苏家18代祖宗都受不起。混账！
你可能还不知道督察府御史意味着什么。以后所有的官员行事都得看我的脸色，谁升迁谁降职都是我一句话的事儿。我要谁跪，谁就得跪。你真的好威风啊！那你还不快跪下？不知天高地厚的泼妇，不用跪了。来人，给我打断他的腿！我看谁敢！打！住手！住手！抱歉，我来晚了，我在门口迎接九公主。没事，不晚。将军，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这帮人都要翻天了。童威，你刚才表现得不错，身上的伤让府医去瞧瞧，这里交给我去处理。没事没事，不疼。还是去处理一下伤口吧。好的，公主，那我先去了。他刚才叫你九公主，你给了他多少银子？我本来就是。行了，今天晚上真正的九公主会到来，你悠着点。怎么，你这是接到她了？突发情况，我刚才在外面等了半天没等到。不过九公主这个人做事向来捉摸不定，我让秦云中在外面候着。听说九公主要来，你这还专门打扮了一番呢。看来这九公主在你心中分量不轻呀。除了当今圣上，九公主乃是我大仓国最尊贵的存在，那当然得重视了。好你个小白脸，沈玉露都没有带请帖，你还敢进来闹事是吧？还敢伤我苏兄，你想死不成？沈玉露，你竟敢纵容这个野男人伤我兄长，你是在打九公主的脸！小白脸儿触怒了九公主，你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识相，赶紧给我跪下，给我苏兄还有九公主道歉。笑话，在秦家我挡一个出言不逊的混蛋，你让我跪下来道歉？不跪是吧？不跪，我现在就治你们的罪。就凭你，凭我背后的苏家，还有苏家背后的九公主。有九公主撑腰，苏家以后就可以飞黄腾达，势不可挡了。都这样了，这个弃妇和他的小白脸还垂死挣扎，真是不识抬举。沈玉露，你别怕，在秦家还没有人敢动我。怕什么？怕这一群迂腐无能、只会仗势欺人的蠢货吗？沈玉露，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出言不逊？哼，出言不逊？那在场诸位一个个将我说的一无是处是什么？是觉得我无权无势，便可以随意羞辱我？你们一个个作为朝中重臣，公然针对一个弱女子，传出去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还想定我的罪？可惜呀，你们如意算盘打错了，你们根本就不够格。今日我就要让你们看看我即将被九公主亲自加封的督察院御史到底配不配。来人，给我张嘴！我倒要看看这个贱妇的嘴有多硬。苏明，你放肆！在我秦家的迎风宴上动我的女人，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来人！这个小白脸自称是秦家人，这些人配卷上都有龙腾印，莫非是龙腾军？能以一敌百的龙腾军？那他们不是只听龙腾飞将的指挥吗？这怎么在这儿呢？什么龙腾军都是假的，难不成沈玉露的这个小白脸还真是龙腾飞将秦二爷吗？那你还真是说对了，这怎么可能？沈玉露，你这个贱人，你红杏出墙已经是死罪了，你今天在这个大庭之上傲慢无礼，出口伤人，更是罪加一等。你还侮辱朝中大臣，罪上加罪，足够让你打入死牢，还请这个小白脸来冒充龙腾飞将。冒充？那你且试试，本将手中这把杀敌无数的宝剑是真是假？不要！董永哥哥，龙血宝剑，上能斩叛将，下能斩逆臣的龙血宝剑。他真是秦二爷！秦二爷14岁从军，有替大仓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刚才
竟然说他是小白脸儿，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一把没开刃的长剑就把你们给唬住了。他不是秦二爷，可他手里拿的确实是龙血宝剑呐！狗屁的龙血宝剑！你们谁可曾亲眼见过秦二爷，就敢说他是秦二爷？秦二爷久居边关数十载，这么多年才回豫州城2次，秦家上下都没见过秦二爷一面，咱们怎么会见到他呢？对呀，我见过秦二爷，他一个靠女人过活的小白脸，绝对不是秦二爷。苏尚书之子苏明，本将在外御阵杀敌的时候，你还在那玩泥巴呢！见本将，你也配？装？你还装？在外界听说，秦二爷跟九公主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放着九公主不娶，怎么会娶沈玉露这种下堂弃妇？小白脸，你在红楼里也算得上是个头牌吧？怎么会这么想不开，娶沈玉露这种下堂妇？你，嗨，别生气了，他这不是夸你长得好看的吗？小白脸，无论他值多少钱，我出双倍，只要是能拆穿他，跪下给我磕头认错，我饶他不死。让我跪下道歉是吧？没错，3个响头，还有一边磕头，一边承认沈玉露就是个下堂弃妇。愣着干什么？磕呀！东勇哥哥，混账！大庭广众之下，你竟敢刺杀皇上钦定的新科状元，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督察府御史放在眼里？督察府御史马上就不是了。沈玉露，你的野男人打了董永哥哥，你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来人，把他们带下去，狠狠地打一顿。小白脸，你看到了吗？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看我撵不死你！大胆董永，你在骂谁是小白脸？云爷来了。云爷统管秦家大小事务，地位非凡。这个人是不是秦二爷，他应该知道吧？云爷，这2人没有请帖，私闯迎风宴捣乱，辱骂群臣，还顶撞我苏兄，罪无可恕啊！还请云爷将他们就地正法。就地正法怎么够？沈玉露，你这个贱人！你，我平时不打女人，欺辱我妻子的除外。谢谢你啊，正义感还挺强，我喜欢。秦管家，看在秦家的面子上，我尊称你一声为管家，但说到底，你不过是个奴才。今日我苏家的人又被打又被骂，你是不是该拿出点态度来？苏大人，想要我拿出什么态度？自然是道歉赔罪的态度。今日我苏家的人受了这么大委屈，这事儿可不能这么算了。沈玉露，你的野男人敢动手打我，秦管家，我命令你把他们就地正法，往死里折磨。扒皮抽筋，死里折。秦管家，你还在等什么？动手啊！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九公主将会为我苏兄加封啊？要是因为他俩耽误了我苏兄的好事，你担待得起吗？秦云舟，你说的对，我担待不起。来人，是，将他们抓起来压下去，扒皮抽筋，往死里折磨。别动！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放开我！属下参见二爷。参见将军，参见将军，参见将军。啊！他真是秦二爷！完了完了，咱们刚才那么侮辱秦二爷，咱们完了！他怎么可能是秦二爷？沈玉露，你连秦家的管家你都敢收买，你个贱人！秦云舟，苏小姐，这是秦家的地盘，请你尊重我家家主与主母。秦云舟，你不过是个奴才，你也敢打我妹妹？苏公主，我虽然是个奴才，但我姓秦，不姓苏，给我压下去。是，放肆！
爹，这个狗奴才竟敢打我！你要为我做主！我儿可是九公主的人，我看谁敢动他。你就是秦二爷秦风？苏大人，有何指教？秦二爷，你年少有为，功名显赫，指教嘛，不敢当。不过我儿来你秦府是来面见九公主，是来加封的，是你秦府的贵客，而你就是这么对待贵客的？苏大人，这是在教训我。今日他苏明若是来加封的，自然是贵人，但如果他没有被加封呢？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苏家今日做不了风光无两的贵人，只能成为阶下囚。沈玉露，你好大的口气！难不成就你个弃妇，还想灭了我苏家不成？一个小小的苏家，还用不着脏了我的手。秦二爷，你身为秦家家主，又为我大仓国立下赫赫战功，老夫敬你几分。但你肆意纵容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女子，肆意妄言要灭我苏家，也太过猖狂了吧？狂妄吗？我怎么觉得刚刚好呢？秦风，你别太过分。你是立下过战功，也得过皇上青睐，但你要知道，今日九公主亲自加封的人是我哥，长江后浪推前浪。哼，你最好知道什么叫做避其锋芒。我本就是锋芒，又何须自毙？秦风，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妄言，我可警告你啊！惹怒了九公主，纵使你身后有10个100个秦家，要让其覆灭，也只是他分手之机。爹，跟这种人废话什么？九公主马上就要到了，今夜我就等着看你秦家是怎么家破人亡的。别说今夜，就算你们今天等到死，也等不到那一天。沈玉露，你这个贱妇，我现在就替九公主教训你！你，沈玉露，你真敢打我！今日我不仅要打你，哎，别冲动，冷静点。苏明，你不是一直在等着本宫为你加封，助你平步青云吗？那本宫现在赐你一展宏图，你为何要躲？是不喜欢本宫的赏赐吗？你竟然自称本宫，你到底是谁？岳父，她就是缠了我3年的那个女人，就是那个贱妇，她疯了。原来就是你这个泼妇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当着这么多权贵的面，你冒充九公主！来人，将她给我带下去，砍了！我看谁敢！秦风，这贱妇冒充九公主，证据确凿，是要砍头的死罪。你护着她，可是要连坐的。放心，砍头的死罪只会是他苏家人。你不要说了，交给我处理。秦风，乖乖把这贱妇交出来！别怪我没提醒你，你秦家的力量跟九公主比起来，不值一提。你还不赶快交出这个对九公主不敬的泼妇！秦将军，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我能不知道他品性怎么样吗？他品性败坏，爱慕虚荣，你真的要为了他得罪九公主吗？秦风，你可别太过分了，你护着这个贱人是要得罪九公主的，你若不怕死，你大可一试。我看不怕死的是你们吧。沈玉露，你找死！老爷，是秦是啊，如此慌慌张张。九公主到。秦风，哎，这下九公主来了，你秦家完了。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放心吧，该怕的人不是我们。哼，沈玉露，你真的是不知悔改呀！死到临头了还敢大放厥词，你知不知道九公主她……微臣参见公主殿下。
童威，怎么是你？好你个沈玉露，你竟然联合童威来耍我们呀！沈玉露，这怎么回事？九公主人呢？不是到了吗？莫非这童威是公主的话事人？什么呀？他就是个开酒楼的，他有什么资格做公主的话事人呢？刚才跟那女的进来，说不定他俩狼狈为奸，耍我们呢。秦风，你让这个泼妇一次又一次的冒充九公主戏耍朝臣，你确定还要护着她吗？苏大人，我夫人无意戏耍你们。听你这意思，今日都是我们这些人的错了。秦风，你别忘了，今日我来你府上是接受九公主加封的。想让本宫为你加封，你也配？九公主懿旨到，户部尚书之子苏明接旨。弟，沈玉露、童威，你们俩还真是胆大包天啊！冒充公主不说，还要假传懿旨，真当我们全是傻子吗？假懿旨，这可是灭九族的死罪，摊上这样的夫人，秦家这次完蛋了。一群蠢货！假的？苏明，你们是在质疑这懿旨上的黄印是假的吗？确实有九公主的印啊！懿旨上说苏家人有才无德，不敬天家，全家男丁革去一切职务，流放宁古塔。宁古塔？那可是酷寒之地啊！恐怕苏家的家丁有命去没命回来。难不成她真的是九公主？沈玉露，你连九公主的身份都敢冒充，做假黄衣有什么不可能？都是假的！我苏家才有扶摇直上，怎么可能被流放宁古塔？根本不可能！那你看这可以调动大仓国所有粮仓、金库、兵器库与禁卫军的公主印，是真是假？听闻九公主在建造设计方面颇有建树，这九公主印是她亲手设计的，这上面有很多巧思，造假是不可能造假的。见公主印，如见公主，你们还不跪？沈玉露，见公主印，如见公主，你为什么不跪啊？那你猜本宫为何不跪？那不成，她真是九公主？什么？姐，出大事了！谁让你躲的？来人，拖出去活剐！不要啊，小姐，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了我吧，小姐，小姐！我的好姐姐呀，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练鞭子呢？秦府出大事了！秦府能有秦风坐镇，能出什么大事？姐姐，你还等着秦风邀请您一起参加迎凤宴是吧？迟了，人家呀早就带着夫人一起出席了。什么？这绝对不可能！沈云露就是个卖猪的下等贱妇，怎么可能是尊贵的九公主？那我岂不是驸马？驸马，董永，你现在可是苏娇娇的夫君，即将被流放宁古塔的苏家人之一。不是玉露，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玉露，你真的是九公主？我骗你！我的好弟弟，他当然是骗你的，他才不是什么九公主。秦大少，大少爷是秦家人，莫非他见过九公主？我常年体弱，自然没有荣幸觐见过九公主，但是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九公主。哥，你怎么这么说？二弟，你在前殿有所不知，祖父已经收到九公主的口谕，他说秦府给他做的迎凤宴，心意他领了，但是宫里有急事，他要回去觐见皇上，
就不过来了。我什么时候给秦家传口谕了？我马上去查。沈玉露，你听到了吗？九公主根本就没有来过秦家，这次你死定了！秦大少，九公主有没有在口谕中说为我哥加封的事情啊？九公主说她已经下了懿旨，苏家人只等着接旨便是。原来那刚才那懿旨是真的，苏家人真的被流放宁古塔了？不，这不可能！沈玉露，你是个贱人！冒充九公主怎么可能发得出这一旨？这绝对不可能！够了，诸位，不管沈玉露她是不是九公主，但她都是我秦风的妻子，也就是秦家的当家主母，你们应该给她相应的尊重。玉露，不管九公主是不是来了，有我在，她伤害不了你。秦风，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骗你。秦风，你疯了吗？沈玉露就是个冒充九公主的骗子，你还想让我们尊重她？既然九公主已经将苏家流放，来人，是将苏家人给我丢出去！哎呀，胡闹！给我住手！秦风，这婚姻大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做主的。再说了，你找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下堂妇来做主，让我们秦府的面子往哪搁呀？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玉露？再说了，这九公主下的旨意，自有九公主的人带她走，你插什么手？九公主这一会儿加封，一会儿流放的，着实奇怪的，先观察看看。大哥，是苏家人先说玉露的。好了，像她这样的人，不可能嫁进秦府，更不可能做你的夫人。你不要再说了，我的事情我做主，我不可能娶九公主的。谁让你娶九公主？这九公主是天上的凤凰，是你想娶就能娶的吗？是，你从小和陆国公的二小姐陆云溪的婚约，你忘了？陆云溪更不可能，她从小嚣张跋扈、仗势欺人的，我早看不惯她。我说你怎么那么着急成亲呢？原来是为了逃避联姻呢。这秦陆两家联系不可断，婚事啊，不是由你说了算。大哥，叫你一声大哥那是尊重你，你还做不了我的主。这秦家真正的掌权人是我秦风。你好啊，你不听我的话是不是？那我就只能请祖父出山了。秦荣全，不用担心，将军的这个夫人是假的。哦，是假的？没错，就是假的。为了逃避和我二姐的婚约，花钱请了这么一个下堂妻来冒充你的夫人，太可笑了吧？我认定谁，谁就是我的秦二夫人。别说是什么陆云溪，就算九公主来了，沈玉露也只能是我的妻。不错，这么霸道。自我介绍一下，我陆家三少陆有为，秦风是我二姐的夫君。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马上跪下来磕头认错，不然你死定了。原来这女的是将军花钱雇的，真是不要命了，什么钱都敢挣。是啊，陆家三少陆有为可惹不起呀。他的姐姐陆云溪可是大仓国4大国公府唯一的一位女家主啊，她可能会世袭爵位呀。这普天下的年轻女子，除了九公主，没有人比她的身份更尊贵，没有人比她的权势更滔天，她才是最可怕的。居然是陆家，同为大仓国4大国公之一，比秦家还厉害吗？岳父，这4大国公啊，都是我大仓国的大功臣。这陆家有着蛮夷的血统，行事作风又十分的残暴。京城里人都说呀，宁愿得罪秦家，也不能得罪陆家。听说陆二小姐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下看来秦风也不行了。沈玉露没了秦风的庇护，我看你怎么死。这秦家呀，百年望族，底蕴深厚，到底还是不如这陆家有蛮夷血统的人陆子野。现如今呢，陆云溪喜欢上了秦风，可惜了。没想到陆家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这沈玉露现在冒充秦府的夫人，得罪了陆云溪，岂不是死定了？死定了才好，他就该死。
居然敢和秦风做假夫妻，他也配！狗仗人势的东西！我说怎么秦将军会娶你这么一个下档妻？他还以为傍上了秦家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了，没有想到秦风只是拿他当挡箭牌而已。现在好了，得罪了陆小姐，后悔也来不及。叫我跪下，你还不配？看来你这个废物还不知道我们陆家的实力，我劝你别挑战我们陆家，乖乖跪下。陆公子，光是跪下怎么行？你让他跪下来给你舔鞋！你们一个个有眼无珠、不知死活的蠢货！今日我若是不跪，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怎么样？要你死！住手！放肆！住手！放肆！沈玉露是我妻子，你不能这么做。我不信你堂堂一代名将会娶这样被人唾弃的下堂妇为妻。我还就找了，不信也得信。秦风，这天底下除了九公主，就是我二姐身份最高贵。你确定要为了这个贱人和我们陆家决裂？陆公子言重了，只有我们秦陆两家向来交好，更有秦晋之交，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外人产生嫌隙呢？贱人，听到了吗？秦风在你们普通人心中也许是神一样的存在，但在世家之间不过就是个联姻的棋子。你不会真以为攀上了他就能一步登天？我就是天，我又何须登天？我没听错吧？你个臭卖猪的说自己是天，我看你是想上天吧？敢在我面前说自己是天，我给你3息时间，马上跪下！别下手头，老实待着。今天我就站在这儿，我看谁敢让他在我面前下跪。西风，你让我娶陆云熙，不可能。要娶你跟他娶去。你秦风，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贱人，你别以为有秦风护着，我就动不了你。我看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是你吧？西风，西风，你干什么？你快放开他！快放！他怕你们陆家，我可不怕。放眼整个大仓国，敢动我的人还没有出生呢。贱人，你陆有为，你再敢对我夫人出言不逊，我对你不客气。不客气？你能拿我怎么样？把你怎么样？来人，是，把他给我丢出去！我看谁敢！哼！秦风，你帮着一个外人，不帮自家人讲话，这不像话呀！陆家家主陆云熙真的来了，这一下沈玉露可在劫难逃了。姐，你终于来了！秦风为了这个贱人，竟然跟我说，敢直呼你姐夫的名讳，没礼数！来人，在，把他给我带回去。秦风，你好歹是有为的姐夫，你不帮自家人，去帮一个外人，你让我很寒心啊！陆云熙，你少在这儿给我装腔作势！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娶你，更不可能当陆有为那个纨绔的姐夫。你是我陆云熙看上的男人，你跟我陆家定亲是板上钉钉的事，你反抗不了。我已经成亲了。秦风，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傻姑娘，我知道秦风为了找你演戏，给了你很多钱，我出10倍，只要你现在马上立刻离开他，我就赏给你。你这个人倒挺大方的。我陆云熙最不缺的就是钱，只要你现在马上给我磕头认错，让秦风看看他找的女人有多废物，我就再赏你黄金1万两。这陆家真是有钱人呐，几十万两的黄金说送就送了，这普通人几辈子也挣不到的钱，既不得罪陆家，还能获得黄金。要我也选金子。秦将军假装成亲，想骗婚陆云熙，成功了。这沈玉露也是，陆云熙在大仓国仅次于九公主的手下，捏死她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除非是九公主亲临，我看这秦将军是非要娶这陆家二小姐不可了。沈玉露，看在你为我当牛做马3年的份上，赶紧拿着钱滚蛋！陆小姐可是你得罪不起的贵人。沈玉露，你该不会是以为秦将军跟你成亲是爱上你了吧？
哼，天真！他爱上谁也不可能爱上你这个养猪的穷鬼。陆小姐答应放过你，你就赶紧见好就收。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知道怎么选。陆国公府的二小姐陆云熙是吧？你穷没错，但你穷还要硬这么装，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把自己说得很牛，结果就拿出来几十万两黄金。我是没什么钱，但就这么一点点黄金，对我来说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沈玉露，你胆子倒是挺大的嘛！放眼整个大仓国，还没有人敢拿钱砸我。还有，我们夫妻琴瑟和鸣，恩爱非常，你还是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吧。他竟然能不为金钱所动，还不怕威胁，这沈玉露难道真的来历不凡？混账！你一个下等人，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真以为你是秦风名义上的夫人，我就不敢动你了吗？陆云熙这回是真生气了，沈玉露，你彻底完了。陆云熙，沈玉露是我的夫人，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她。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吵吵闹闹，成何体统？祖父，秦国公，秦国公，祖父，二弟和一个下堂妇竟然擅自。陆小姐应该知道，我秦府今日的迎凤宴是为了九公主，你在这吵吵闹闹，若是惹怒了她，会降罪于我们秦陆两家的。九公主自然金贵，可是陆小姐，希望你看在老夫的面子上，就不要再闹脾气了。看在老国公的面子上，我可以不动手，但是我要让大家心服口服。这个女人不是说她很有钱吗？那我今天就让她看看下等人和顶级权贵之间的差距，顺便也给你们秦府长长脸。送礼。国公大人大病初愈，我特献上100年人参，有延年益寿之功效，价值连城，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这价值连城的人参，说送就送啊！这人参超过100年，都是有价无市啊！陆小姐有心了。还有，听闻国公大人喜欢诵经念佛，我特奉上鲁班大师打造的一尊观音像，此兵种来自东海深处，乃世间罕见，价值不可估量。这观音像真是出自鲁班之手啊！鲁班大师以鬼斧神工著称，这传世之作已被皇宫收纳，咱们能瞻仰一眼，真是三生有幸啊！陆小姐，还记得老夫的爱好，实在是难得呀。国公大人，您是秦风的祖父，便也是我的祖父，这些都是应该的。送的礼不怎么样，拍起马屁来倒是一套一套的。不怎么样，这个下堂妇她是眼瞎了吧？哼，没见过世面的东西，怎么能知道这些东西的珍贵呢？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说我的礼物送的不怎么样？难不成你还能送出比这些更好的礼物吗？再过半炷香时间，你就能看出你我之间的差距。这陆云熙的实力不容小觑，你再装下去，恐怕很难收场啊！我没装。差距，确实，你也应该看清楚你和我之间的差距。这第3重礼乃京城山水庄园1号园林狼牙宫。狼牙宫，莫非是离万岁山不远的狼牙宫？难道这世间还有第2个狼牙宫吗？这狼牙宫是30万工人花了5年时间建造而成的，奢华程度堪比旁边的金鹿阁呀！这陆二小姐的大礼着实惊人呢。我陆家送的是狼牙宫，价值不可用黄金这等俗物来估量。世人皆知万岁山山顶乃是九公主府邸，狼牙宫和九公主的府邸毗邻，乃是上等的福地。我把这份礼送给秦府，秦府一定会寿福绵绵，秦老国公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上好的府邸，福泽绵延，不就是因为买不起万岁山旁的金鹿阁，才只能吹吗？沈玉露，这陆二小姐送的狼牙宫也是靠近着万岁山的。你知道万岁山是什么地方吗？皇家后花园。你连这万岁山上的一块石头都摸不着，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陆小姐，你送的狼牙阁真的跟金鹿阁一样，在万岁山山脚？他怎么好像知道这狼牙宫并不在万岁山附近？万岁山的每一处亭台楼阁都是我的，我怎么不知道万岁山旁还有一处狼牙阁呢？沈玉露，你一个臭猪婆，竟然敢吹嘘万岁山是自己的，那可是天价的产业。陆小姐，你真是承认自己送的狼牙阁不在万岁山了？你少给我挖坑！我承认，狼牙宫跟万岁山是有一定的距离，但那万岁山是天价的产业，金鹿阁也是九公主的私人府邸。你说那万岁山是你的？我看你是疯了！什么？陆小姐送的真的不是万岁山山脚下的府邸？该不会真有什么来头吧？万岁山上的每一处亭台楼阁，包括金鹿阁，都是我亲手设计的。沈玉露，别吹了，一会儿我都没办法帮你收场。我没吹，金鹿阁的3份大礼已经在路上了，你这前3份礼太不够看了。既然如此，我送的这第4份礼是和九公主有关。莫非这陆二小姐和九公主还有交情吗？陆家势力如日中天，陆老国公可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儿。这陆二小姐跟九公主是手帕之交也说不定啊。陆云溪，你还没资格觐见我，无知狂妄！沈玉露，你马上就要笑不出来了。这就是九公主的墨宝。这九公主的墨宝看起来有点与众不同啊！这九公主3岁能文，5岁能武，各种文体信手拈来。这说不定这就是九公主的草帖呀。这确实是我3岁时在纸上胡乱画的东西。这是九公主当年3岁诞辰时赠予我的，上面乃“福如东海”4个大字。这陆小姐与九公主真是情谊深厚啊！能得九公主墨宝，陆小姐真的不是一般人呀。沈玉露，你跟陆小姐一比，简直是一个天上凤凰，一个地上野鸡呀。今日我将这份大礼送于秦老国公，这也是我陆家跟秦家联姻的诚意。如果秦老国公许诺我和秦风的婚事，这些一并奉上。祖父，这东西不能收，我已经跟沈玉露澄清了，不可能娶她的。看来你们陆家和秦家联姻的决心也不怎么强，就送这些垃圾货来搪塞秦老国公。陆小姐送的这些东西价值连城，光是九公主这副墨宝。陆云溪，我不记得小时候写过“福如东海”这4个字送给你啊。沈玉露，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装。沈玉露，沈玉露，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垃圾就应该乖乖待在垃圾堆里啊，而不是这样出来丢人现眼。你竟然把九公主的墨宝给撕了！沈玉露，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撕毁九公主的墨宝！蠢货！且不说那是无价之宝，光凭你这般不敬九公主，你今天晚上再见难逃。不过是一张纸而已，撕了就撕了。你损坏九公主墨宝，我要你死！沈玉露，秦风，这个女人不敬九公主，你还护着她？哎呦，1，秦风是本宫的人，伤他找死。2，本宫根本就不认识你这个人，何时送过你礼物？少拿本宫往自己脸上贴金！秦风，你的手。没事的，我。本宫还是那句话，既然你要表诚意的话，就应该拿出点诚意，而不是拿出这些丢人现眼的东西。这点东西，沈玉露，你没搞错吧？这些东西随便哪一样，都是你喂800辈的猪都买不起的。我的东西随随便便露一点出来，就能碾压这些。沈玉露，你别再说了，你再说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收场了。我真的没有在吹，
我的东西已经到路上了。沈玉露不就是个臭卖猪的，还说能碾压陆小姐？你是当着在场的达官贵人都是死的吗？我数完5个数，你们就知道我是不是在吹牛了。5。沈玉露，看看陆小姐送的这些礼物，这些差距，你数到1000、10000都是追赶不上的。沈玉露，你听见了吧？像你这种攀龙附凤的下等人，还不配跟我比。陆小姐，你说的对，我跟你确实是比不了。4，算你有自知之明，还不快滚！清风啊，这个女人和你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既然她已经自惭形秽了，就不要多说了。祖父，我国公大人误会了，我说比不了他陆云熙的意思是我没有他脸皮厚，送来这么点东西，就想让秦国公府对他感恩戴德。什么？沈玉露，你居然说我送的东西是垃圾？我难道说错了吗？刚刚搞那么大的噱头，结果这些东西加起来不过黄金100万两，还口口声声说陆府是100年世家。黄金100万两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算得上是天价，不过对于我沈玉露来说就是垃圾，垃圾就不配上桌。3。沈玉露，你太放肆了！玉露，别这样。沈玉露，你是不是疯了？你敢掀陆小姐的礼物？你这种贱民哪来的自信啊？就是，某些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自己就是个养猪的穷鬼，瞧不起这些黄金100万两的大礼。你倒是有本事拿出些更好的，让我们来开开眼呀！我说的，数完5个数就来了，你急什么？沈玉露，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知道我休了你，让你一时不能接受，但是你无论做什么，也不会让我再高看，你只会让我感到恶心。董永，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我沈玉露还需要你高看？哎，你沈玉露，这番作死，当着死无葬身之地吧！你好大的胆子，敢摔我礼物，我弄死你！陆云熙，我说过，谁都不能动我夫人。陆云熙，就你送的这些垃圾玩意儿，还想让秦风娶你？做梦！好，好，好，你口口声声说我送的礼物是垃圾，那我就等着你的贺礼送来。如果比不过我弄死你！ 2，甄丹应该快到了。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的财富随便露一点出来都能碾压你们。二弟啊，二弟，你找的这个女人不仅地位低贱，脸皮还挺厚的。来人！等一下，不就是黄金100万两吗？他损坏的我赔你。风儿，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得罪陆家的？祖父，他是我带进来的，他闯的祸我负责。秦风确实很有担当。秦风，你拿什么赔？他不仅损坏了九公主的墨宝，还摔坏了鲁班大师的绝品。我不用他赔，我赔给你。怎么赔？你不是说数到5吗？你急什么？我不是还没数完吗？1。我看你啊，就是在拖延时间，还愣着干嘛？给我打断他的腿！是，甄丹大人到。这不是锦衣卫总指挥使甄丹吗？皇上最宠爱的义子，4大世家在他面前就像蚂蚁对大象啊！千年野山参一对，1000年的野山参，一送就是2颗。鲁班大师亲手雕刻细水红玉鲤鱼一尊，这不是鲁班大师最得意的作品吗？是啊，这比陆小姐送的最少贵10倍呀！万岁山脚下金鹿阁一套。金鹿阁，真是金鹿阁？不是说那是九公主的私人府邸吗？九公主墨宝一副。哎，这8个字我认识，好书法。这出手也太大方了，这哪是送礼啊？这是要把千家碰上天呐！这难道真是那个沈玉露送的吗？
这也太夸张了。这沈玉露不是养猪的吗？无权无势还被休了。对呀，他要是算穷，那我们算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沈玉露怎么送得出这么贵重的礼物？哎，娇娇，这个泼妇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且不说这些礼物，单说他能指挥得动甄丹，我怎么知道？一定是他跟甄丹睡了，所以甄丹才能被他叫来撑场子。沈玉露，你竟敢勾引甄丹，找死啊！我没别的意思，你有这么多财富，一直不告诉我，竟然一直都在骗我。董永，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骗你，我原本就打算在今天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包括这些礼物，原本也是给你准备的，只可惜你不信。什么？这不可能！大家不要被他骗了，沈玉露就是个臭卖猪的，他怎么可能送得出属于九公主的金鹿阁？秦老国公，这些礼物都是九公主赠送给您的。甄指挥使客气了，九公主的心意我领了。另外，九公主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皇帝陛下忧心忡忡，决定在全国的青年才俊中选拔九公主的夫婿。这是驸马宴的请帖，也是皇帝陛下嘱咐我亲自交给秦将军的手上。什么鬼？驸马宴？我想干什么？我不信，这个废物居然能送出这么贵重的礼物。甄指挥使，这些礼物是九公主送的，绝对不是这个废物送的，对不对？闭嘴！九公主是你能够妄加揣测的吗？甄指挥使，我只是想知道九公主今夜有没有亲你请假。带着驸马宴请帖这种丢人的东西来，就先别和我相认了。我那么嫁不出去吗？哼！九公主这是不想揭露身份的意思吗？我懂了。九公主的行程也是你配打听的。甄指挥使，你刚刚说公主要从青年才俊中招驸马，你看我合适吗？龙泉，休得无礼，还不赶紧退下！甄指挥使，请放心，老夫一定准时让风儿参加驸马宴。不过这些礼物太贵重了，老夫承担不起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所有的物品加起来都不如这个请帖值钱呀。不就是一张驸马宴的请帖吗？有什么珍贵的呀？去了也不一定就能成为驸马呀。你懂什么呀？甄指挥使的态度，秦风被九公主挑上的概率太大了。等他当上了驸马爷，那秦家是更上一层楼了。秦家是大仓国4大世家之首，为大仓国贡献颇多。九公主送的礼物，不管贵重与否，都是公主殿下一番心意。甄指挥使，我讲了，九公主的心意，老夫明白。如今礼物已送到，属下告辞。请。九公主，属下还要去玉门关接个人，先行退下了。公主，您再等等，甄指挥使一定马上就来找你的。等，我都等了1天了，他还不来，是不是没有把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公主息怒，皇上既然找到你，封你为公主了，你就是我们大仓国的10公主，没人敢不把你放在眼里的。10公主？我回大仓国可不是为了当个籍籍无名的10公主的。娘亲曾经说过，在这个大仓国呢，最受尊敬的就是9公主。我看呢，她就是个胆小懦弱的丑八怪，从来没有在人面前露过脸，可惜了，白白浪费这么好的名声。同样是公主，我这么年轻漂亮的，怎么可能输给她呢？沈玉露，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些贵重的礼物根本就跟你没有关系，你根本就不是9公主。你什么意思？国公大人，甄指挥使刚才根本没有多看沈玉露一眼，他还着重强调是替9公主来送礼的，他根本就不认识沈玉露。原来是这样，这沈玉露和秦将军已经成婚了。如果她是9公主，那甄指挥使
为何还会给秦将军送驸马宴的请帖呢？沈玉露这样的废物给董永洗衣做饭，当了3年的下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他怎么可能认识真指挥使那样的大人物呢？沈玉露，我差点被你给骗了。你屡次3番冒充九公主，还冒领真指挥使的礼物，你想找死不成？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真指挥使是何等人，连我们秦家都得对他尊重。你这个女人，胆敢冒领真指挥使的礼物，简直是找死！原来是这样，装腔作势的东西，我差点就被你骗了。陆云溪，即使这些东西不是我送的，也足以证明了你准备的东西不怎么样吧？而且，我和秦风是夫妻的事实已经改变不了了。贱人就是贱人，死到临头了还在这狐假虎威。九公主明显就是看上秦风了。你说，要是公主知道你抢了她的男人，她会怎么想？她会怎样呢？是谁敢抢我沈婉儿的男人？又是谁啊？大胆，见到公主还不跪下！她真是九公主啊！皇家金牌！哎呀！参见九公主，参见九公主。你是九公主？你说你是大仓国的九公主？我娘说那九公主丑是丑，但是却很聪明，深受百姓爱戴。只可惜啊，丑八怪，既然我回来了，你所受的所有追捧和爱戴，就都属于我的了。这谁落？你疯了吗？那是给九公主准备的上座，你也敢抢？哥，你让他抢，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触怒了九公主，等会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风儿，你这在哪儿找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快把她给扯下来！沈玉露，你要是九公主，那我是谁？我管你是谁，你竟敢抢我的位置！你们还不赶快给我把他赶出去！我看谁敢！你个下等人，好大的胆子！大仓国人人平等，何来上等下等之说？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对你们这种下贱的人所说的吧。不过我看你这俊俏的脸蛋，孔武有力的身材，跟着我可以提携提携你，让你尝尝做上等人的滋味，怎么样？早就听闻九公主虽天资聪颖，但行事作风离经叛道。如此看来，她应该就是了。九公主，非常感谢你给祖父送过来的那些礼物，但是恕我不能答应你那无理的要求。先别着急拒绝呀。敢碰我的人，你找死！大胆刁民，你竟敢推本公主！九公主，这就是沈玉露，她抢了你看上的男人。这位秦风辜负了你特意派真指挥使给他送请帖的心呀。真指挥使来过？真指挥使刚离开不久。九公主，真指挥使走之前没有说你要光临秦家，如果有什么怠慢，还希望你能多多恕罪。好你个真的，我千里迢迢从大金国赶来，你晾着我在玉门关苦等了一日，自己却跑到秦家来给别人撑场子来了。什么九公主，不过就是个不敢露面的丑八怪而已，怎么比得上仙姿玉貌的我？我看今日这荣耀就该是我的。九公主，你让真指挥使过来送礼，你忘了？秦风，你是在质疑九公主的身份吗？九公主不就是一时兴起让真指挥使送你些小玩意儿过，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董永，是什么让你如此坚定地认为这个女人就是九公主呢？沈玉露，别以为你傍上秦风了就可以质疑她不是九公主，难道你是？大胆刁民，竟敢质疑本公主的身份！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确实是皇家金牌，只有皇家的血脉才能拥有。九公主，您放心，如果有质疑您的人，我们秦家绝不放过。陆家也是，苏董两家也是。这下你可开眼了吧？皇家金牌属实罕见，不过这也不能证明
你就是九公主。不过这张脸我从未在宫中见过，我倒要看看那冒充我到底要干什么。沈玉露，你这个穷鬼懂什么？这可是皇家金牌，只有皇子和公主才有。当今大仓国的皇子公主不过才9人，这还不能证明九公主的身份吗？不就是皇家令牌吗？我也有。那是不是也能证明我就是九公主了？哼，你怎么会有皇家金牌？该死，这女人到底是谁？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有金牌？你就是个养猪的。不，这肯定是假的。大家别忘了，沈玉露一直都在冒充九公主，金牌肯定是她造假的。没错，这皇家金牌呀，虽然珍贵，但是要造假的话也是很容易的。皇儿，这个女人对九公主如此的不敬，在九公主面前还这么嚣张，你马上去把她拿下。祖父，玉露是我夫人，我不可能对她动手。夫人，秦风，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本公主看上了你，你也会为这么一个贱妇拒绝本公主，是吗？九公主，这个沈玉露就是个不要脸的狐妹子，她还勾引过我的夫君呢。九公主，我相信秦将军只是被这个贱妇暂时迷了心智，等她清醒了，一定迷途知返的。九公主，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讲究两情相悦。我已经有心悦的人了，不会再变。秦风，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的。好你个沈玉露，九公主在眼前，你也敢跟她的男人眉来眼去？我这就替九公主教训你！公主殿下恕罪，属下来迟了。不迟，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回禀殿下，我查到哪来的贱民，竟然伤本公主的人！信不信本公主扒了你的皮？他怎么在这儿？怎么，你们2个认识？公主殿下久不在皇宫，有所不知，那位是皇上流落在外的私生女，乃是一个西域舞女所生，近几日才被从大晋国召回。太子殿下派甄丹去玉门关接她，不过此女，甚不安分就是了。她怎么不安分了？她是打定了主意要来这迎凤宴上耀武扬威，所以冒充公主殿下给秦家驱寒试探，发现没人在意，这才不要脸的登堂入室，耍起了公主威风。原来如此。你们2个聊什么呢？童威，干什么去了？回秦将军，我去执行公主安排的任务去了。你怎么还叫她公主？想不想看场戏啊？什么戏？你又要做什么？你叫别人怎么看？哎，我，贱人，那可是九公主的贴身物品，也是你能乱摸的。哦，这金牌摸一摸都不行吗？那我要是这样呢？九公主，我接住金牌了，一点没摔着。还是你懂事儿。懂事有什么用？眼盲心瞎，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沈玉露，别以为董永接住了金牌，你触怒天家的行为就能得到宽恕。沈玉露是吧？敢摔皇家金牌，我会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哦，那要不你以身示范，先死一个给我看一看。沈玉露，你冷静点，她是九公主，脾气可不怎么好，你别让我都保不住你。谁跟你说九公主脾气不好的？我脾气可好得很。好你个沈玉露，死到临头了还大放厥词！我已经派人去联系甄丹了，等他一到，我看你还怎么装。甄丹呀？怎么了？心虚了吗？在你们眼里，甄丹是一手遮天的大人物，不过在本公主眼里，只是一个替我父皇卖命的一条狗而已。九公主，你说的是那个锦衣卫总指挥使甄丹？那是当然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配得上让本公主记住名字的。九公主，我相信你。刚才甄指挥使来过，看都没看他一眼。这样啊，那待会儿就有好戏看了。看来他真的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斩杀他也算是我回大仓国第1次立威了，不错。哎，怎么现在想跑路了？晚了，等甄指挥使到了，
就算你是秦风的夫人，也要为冒犯公主而付出代价。跑路还不至于，而且等甄丹来了，谁要跑路还不一定呢。秦风，放着高贵的九公主你不选，却选了一个下贱的泼妇，你罪孽呀罪孽！九公主，我坚定地站在您身边拥护你，你让我往西，绝不往东。是啊，九公主，可不可以恢复我哥督察府御史的职位，收回流放苏家的懿旨啊？什么？那个见不得人的丑女竟然下了这样的懿旨，还好我知道了，不然得露馅。那这就看你的表现了。秦风，你对本公主的心，本公主能感觉到。九公主，迎凤宴是秦家举办的不假，但我已经澄清了，请你不要再说这些让人误会的话。你那种下等人怎么能配得上你？我命令你马上休了他。我要是不呢？秦风，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公主，你怎么在这儿？真只会是二爷，公主，你不在玉门关等着我，初次来到豫州城，怎么也不带个护卫？万一有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皇上交代？由真指挥使亲自领着，这次肯定不会有错。真指挥使，她真是公主啊！二爷，说不定以后你们是一家人，正好提前认识一下吧。真指挥使，我已经成婚了。没关系。真指挥使，秦风不仅怀疑公主身份，还屡次冒犯她。哦，这个都是一家人吗？秦风为了自己的女人，屡次冒犯公主，如此不守妇德，怎配得上公主？你居然还带着其他的女人来参加迎凤宴，难道你秦家不想在大仓国立足了吗？难道你秦风想被大仓国除名吗？甄丹，这么大声，你吼谁呢？好，九公主，公主殿下，我以为秦风背着你有其他女人，毕竟还是有董永这个前车之鉴嘛，所以我有些敏感。甄大人，秦驸马爷跟董永那个小人可不一样，我们公主甚是喜欢他。哦，胡说八道些什么？都闭嘴！九公主，那个公主你都知道了？当然知道，不过她作为私生女，不夹起尾巴做人，反而到这里来丢人现眼，竟然敢骑到我的头上。还有这种事儿？让我把她给拆穿。哎，不用，我倒要看看她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沈玉露，你在跟甄丹窃窃私语什么呢？你不会是想勾引他吧？真指挥使，事情的经过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既然是一场误会，那整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不是误会，这个穷鬼竟然用他的脏手推我，还摔我的金牌！我命令你立刻砍了他的手，再把他挂在城墙上凌迟，让渝州城的百姓看看冒犯我天家人的下场。公主，时候不早了，咱们先回吧。好啊，甄丹，你竟敢护着她！我总算知道这个女人哪来那么多驸马宴的请帖了。你是不是跟她有一腿？是不是？公主殿下，这个话不能乱说。你心虚了是吧？我看她就是有一腿。公主殿下，这个话不能乱说，我们怎么可能？真指挥使和沈玉露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算勾引，真指挥使也瞧不上他。公主是不是误会真指挥使了？这沈玉露就是个泥腿子，她怎么可能配得上真指挥使？你们都给我闭嘴！甄丹，你竟敢吼我，我这就回去禀告父皇。去啊，顺便把你是私生女的事儿仔仔细细的告诉他。贱人，你……公主，您进宫面圣，能否带我一起啊？还有我。公主，你别忘了你自己的真实身份。走。甄丹，好戏都没唱完，你走什么？让他仔细看看，他能怎么不放过我？贱人，我贵为公主，玩死你有1000种、10000种办法。公主，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居然敢打甄丹！你居然敢打甄丹！沈玉露，你冷静点，她可是货真价实的公主。沈玉露胆大包天，跟着公主，她要完了！完了，我看她就要完了。秦风，老夫命令你放开这个贱人，竟然敢打公主！
这会令我们秦家9族满门抄斩。祖父，恕我不能从命。沈玉露她是我夫人。甄丹，我命令你砍掉他的脑袋。我不要你砍掉他的脑袋，我要你砍断他的四肢。公主，我求你不要再说了。甄丹，让他说，我倒要看他假冒九公主的人能说出多恶毒的话。恶毒吗？沈玉露，这只是前菜。你要是再敢惹我，我会把你做成人质，让你浑身发冷发臭。皇上当初思雪西域，对那舞娘还是有些感情的。这次找到沈婉儿，她龙颜大悦，多次叮嘱我一定要将她带回宫。只是她再这样作死下去，太子殿下、皇后娘娘定要她死。公主，不要再说了。我父皇应该很期待见到这个私生女，这也是他敢如此放肆的原因。放心，他会乖乖跟你回宫面见父皇的。多谢九公主开恩。谢我做什么？死人自然会乖了。世人都知道，最是无情帝王家，只有权力才是永恒的。他沈婉儿真的以为仗着一点点宠爱，就可以不把我母后、太子哥哥，还有我九公主的权威放在眼里了？还请九公主息怒，不要气坏了身子。九公主说的没错，只有权力才是永恒的。沈婉儿不过只是个舞女生的，也敢挑战九公主的权威，螳臂当车，她死定了。你们在聊什么呢？没聊什么。甄丹，我命令你，我数到10，你要是再不把他正反，我就回去禀告父皇，革了你的职。公主，请你冷静，他不是你。何必数到10？我数5个数，5个数之后，我赌你会乖乖跪下来，求我饶了你。沈玉露，秦风，你信不信我？你是我夫人，我当然信你。可是，你居然让九公主跪下，放眼整个大仓国，就连皇上都做不到。你信我就够了，放心。贱人，你好大胆子，敢威胁九公主！九公主，属下这就替你教训她。二弟，你居然忤逆九公主，还行凶伤人，你疯了吗？秦风，你是不是因为责任才拥护他？我命令你，马上休了他，跟我在一起。哼，贱妇，看来你今日又要被抛弃了呀。董永，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嫌贫爱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吧？沈玉露，收起你盲目的自信吧。今日在座的所有人都是渝州城有头有脸的人，他们都会对九公主俯首称臣。敢问谁能拒绝？那我们就看一看，秦风最后到底会选谁。九公主，我不会因为你的权势而放弃我的夫人，请你自重。沈婉儿，自重2个字你会写吗？要不要我找人教你啊？沈玉露、秦风，你们……秦风，你真是不知好歹呀！枉费九公主对你一片真心。九公主，秦家朽木不可雕，只有我们苏家才是对你一片赤诚忠心。是啊，九公主，秦风都被沈玉露带得不敬天家，冒犯九公主你，九公主你一定要下令诛他9族。秦风糊涂了，秦氏要完了。敢拒绝九公主，他要发起怒来，整个渝州城都承受不了。秦风，何必在这种事情上刚正不阿呢？啊！莫非当年秦家提醒我只是一个赤脚货郎？秦将军，可惜了。秦风，你看见了吧？只要我勾一勾手指，这天下就有人愿意为我鞍前马后。只可惜这些人里没有我的相公秦风。沈玉露，你得意什么？要是没有秦风，你此生可能都没有资格见我的吧？像你这种下等人，惩罚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不过秦家嘛……九公主，秦家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是与不是，我自有判断。秦风，等我把秦家从渝州城除名，再把你的傲骨一寸一寸的打断，到时候你自然会跪下来求着我的。是吗？那你大可试一试。二弟，你真的要为了这个贱人把整个秦家都拖下水吗？孽障，
我命令你马上处死这个泼妇，不然我就亲自动手了。今天我倒要你们看看，忤逆我们天家的人是什么下场。就算是秦家，也不可能。京城陆家愿做公主的马前卒，斩杀秦家。我渝州城董家愿做九公主马前卒，斩杀秦家。我渝州城林家愿做九公主的马前卒，斩杀秦家。我渝州城叶家愿做九公主的马前卒，斩杀秦家。王大人，二爷，秦家倒下后，我定会保你家人免受饥寒之苦，以报当年雪中送炭之恩。余城王家愿做九公主马前卒，斩杀秦家。九公主还希望您手下留情，爷长还不赶紧跪下！我乃大将军，为国征战10余年，跪天跪地跪死去的兄弟，但我绝对不可能跪他。还有你们，哪一个没有受过我秦家的恩惠，而现在却要做斩我秦家的刀？秦风，你在迎风宴上当众下我脸面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今天。陆云溪，你不过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小人，下你的脸，你的脸面值几个钱？沈玉露，秦家都要覆灭了，你还能口出狂言？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秦家霸占渝州城太久了，是时候让位了。哼！二爷，商场如战场，大家不讲感情，只谈利益。好一个只为利益！秦风，你现在后悔拒绝我了吧？九公主，风儿不懂事，老夫求您再给一次机会吧。九公主，你越是嚣张跋扈、仗势欺人，我就越庆幸自己的选择。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哎，可惜了，英雄末路啊！英雄末路，沈婉儿，你口口声声说要断了秦家，声势搞得这么大，那我想问一问，沈婉儿，你打算怎么断了秦家？还有你们，顾家、苏家、董家、王家，你们打算怎么断了秦家的后路？沈玉露，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天家的天威不容挑战，我勾一勾手指就能让秦家灰飞烟灭。那你这手指打算怎么勾呀？大胆贱人，竟敢行刺九公主！贱人，受死吧你！不良，这是怎么回事？真只会是你是不是搞错了？沈玉露那个贱人！既然不会说话，这张嘴就没有再张开的必要了。真的，你竟敢背着我和沈玉露狼狈为奸，我可是人人尊敬的九公主。这样，沈婉儿，你说你自己是谁？我是九公主。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我是九公主。是谁？我是沈婉儿，我是沈婉儿。那你是九公主吗？我不是九公主，我是假冒的。什么？这是假冒的？什么？你竟然不是九公主？你好大胆子，竟敢冒充九公主！沈玉露那个贱人竟然猜对了。你不是九公主，那谁是九公主啊？沈玉露，这沈玉露是九公主？不可能，她就是个卖猪的穷鬼，怎么可能是九公主？她怎么可能是九公主啊？沈玉露，我虽然不是九公主，但我确实也是皇家的血脉。各位，我是想说，沈玉露这个无名小卒绝对不可能是九公主。各位，沈玉露当初死缠烂打追了我3年，她怎么可能会是九公主？不可能的。既然这样，沈玉露敢顶撞公主，还是死罪。秦家要保她，也是要完的。确实，天威不可触舞。秦将军还不懂这些道理，实在是可惜呀。秦风，你听见了吗？
就算我不是九公主，你也会乖乖的跪下来求我的。公主殿下，今晚你冒充九公主，大闹我秦家，闹完了就请回吧。什么老东西？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公主，但不是每一位公主都是九公主。今日你将我的迎凤宴闹得乌烟瘴气，老夫能客客气气的请你离开，就因为看在你是公主的面子上。不是所有的公主都是主，九公主的身份至高无上，你这投胎800回也赶不上。秦将军为大唐国奉献半生，确实，我不能对每位皇子公主都低三下气的。倒是这位公主满嘴粗话，敷衍不逊呢。你们好大的胆子，知不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信不信我勾一勾手指，就能让你们……是这样说，只要勾勾手指，就能让大家灰飞烟灭。只可惜你不是九公主，你做不到。你要是九公主啊，不说话，我们也恭恭敬敬。哼，公主，请回吧。就算我不是九公主，我也是比这个贱人高贵，是吗，申婉儿？3日后就是驸马宴，你的这份自信一定要保持到那个时候。驸马宴？你是怎么知道驸马宴的？你到底是谁？我是谁？猜呀！公主，你刚刚入宫不久，很多事情你都不明白，低调一点，请跟我回吧。皇上子嗣众多，唯独对九公主这份宠爱是独一份的，这份宠爱不容挑战。玉露，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任务完成，我们走吧。她真的是九公主？不可能！我娘说过，她常年不露面，她肯定是又丑又肥的，她不可能是九公主，她不可能！童薇，我把她交给你了，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多带她散散步，多跟她说说话，要多关心她，知道吗？知道。九公主，你是要公布身份回宫了吗？对。过几日，我要在驸马宴上对秦风公布我的身份，我还要带他回宫拜见父皇母后，还有太子哥哥。谁？为什么绑架我？沈鱼露，我们又见面了。沈鱼露。我们又见面了，苏娇娇，没想到你的狗耳朵还挺灵敏的。苏娇娇，你到底为什么绑架我？我和你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什么深仇大恨？我的父亲、哥哥都被流放宁古塔，董友为了不被流放，也把我给休了，和我划清界限。你夺走了我的一切，你还问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的脸也被沈婉儿给毁了，所以都怪你。苏娇娇，你父兄的流放是因他们踩高捧低，不敬天家，你的脸也是沈婉儿毁的。这一切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你被董永哥哥休了还不死心，绑上了秦将军的大腿，还去了迎凤宴，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还是那个受人尊敬的状元夫人，我哥哥也将会是督察府的御史。苏娇娇，董永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从你把他从我身边抢走的那一刻开始，你们苏家就注定会坠入无底深渊。沈鱼露，死到临头你还在装，你信不信我杀了你？苏娇娇，以你的性子，若真想杀我，恐怕早就已经动手了吧。你现在早已经穷途末路，杀了我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说吧，到底是谁指使你来绑架我？是沈婉儿？
人望而冒充九公主耀武扬威，他迟早会受到惩罚。只要秦风签了这封家书，秦荣全就答应娶我，那时候我就是秦家的当家主母，我依旧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秦荣全，是他。沈玉露，沈玉露，秦风，秦风，你不许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好，我不过去，你要什么我都满足你。满足？好啊，秦风，那我问你个问题。你问。你爱沈玉露吗？苏娇娇，在这种场合你问这样的问题，你自己觉得合适吗？我没问你沈玉露。秦风，我知道你肯定不爱他，那天你只不过是被他拿来撑场的。你怎么知道我不爱沈玉露？我爱她。撒谎！你根本就不爱他，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我怎么不了解他？我知道他善良又正直，坚强又独立，而且我还知道他一直看不惯你恃强凌弱，欺负弱小。但是他没权没势，就是个臭猪婆。我爱他，无关地位和权势。没想到你秦二爷还真是天真，这个世上还有无关于权力跟地位的爱情。好，那封家书就在那里，只要你签了，把兵权、地位、财权都让给秦荣全，我就放他。苏娇娇，你无耻！你急了吗，沈玉露？你的秦二爷就要成为下等人了，你急了是吧？苏娇娇，我和他不过是契约成亲的假夫妻，你觉得你绑架我，威胁他签这种东西可能吗？闭嘴！你住手！秦风，他对你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签啊，快签啊！秦风，不要！沈玉露，我让你闭嘴！你是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别动他！秦风，为了我失去了秦家的产业，到底值不值得？沈玉露，你是不是处处要跟我作对？玉露，你放开他！你站住！如果你不签，那他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是死是活你都管不着了。我签，我签。你可想好了，你签了就要放弃秦二爷尊贵的身份了啊！签啊！签。秦风，谢谢你，这么坚定的选择了我。玉露，你说什么呢？这些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虚名而已。你，才是我唯一的选择。苏娇娇已经被包围了，还不快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别动！放开我！二爷，您没事吧？玉露，你没事吧？啊？没事，秦风，谢谢你，我会好好报答你的。秦荣全，是你报的官，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闭嘴，贱人！好大的胆子！明明自己犯错受罚，竟然绑架我弟媳来泄愤，真当我们秦家没人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现在闭嘴，我真去帮你减刑。你要是再多言一句，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云野，把他带走。好，快把他压下去。走。人在做，天在看，秦荣全，你一定会遭报应的。那又怎么样？秦风，你现在的财权、兵权都是我的，我才是秦家的家主。哈哈哈哈哈哈！秦风，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秦风，我告诉你，别乱来人啊！秦风，你干什么？我可是你大哥！你还知道你是我大哥？你个当大哥的，
把主意打到你弟媳身上了啊！二弟，我错了，放过我。秦荣全，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嫉妒在秦家的地位不如我，可是你想要的地位和权势我都可以给你。沈玉露，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和我之间的恩怨跟他没有关系，懂吗？我懂，我再也不敢了，二弟啊！那你就留在这好好反省，希望老天保佑你被人发现。不是，那万一没人发现我怎么办呀？那你就自求多福吧。哎，二弟，我错了，二弟。喂，对不起啊，秦风，我这些年只骑过猪，没骑过马，不知道自己竟然晕马晕得那么厉害，还吐到你身上。没关系，换身衣服而已啦。你现在还晕吗？要不你先去七仙楼解释一下，我在后面慢慢跟着。第一次去见你家人，迟到了总是不太好的。到我家的路还长着呢，不着急，慢慢走。慢慢走哪来得及啊？还是快点吧。好，再快你又吐我一身。走啦。来，快说，来。哟，二弟，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没想到大家来这么早，不好意思，来晚了。来，玉露。哎，等会儿，这可没有你坐的地儿，去隔壁桌坐着。秦荣全，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哎，你们让祖父跟三叔公等那么久，说我欺人太甚。龙泉，给你弟弟留点面子。祖父，实在不是我为难他，就2把空椅子，还有1把要让给二叔公的，实在是没有位子呀。我秦风向祖父、三叔公道歉。别，我可受不起，敢拒绝九公主的人受你的礼，我怕会折寿的。好了，三弟大哥，今天你就是再不满，我也要说，一飞冲天的机会就在眼前，可是这小子不好好把握，反而沉浸在小情小爱当中，他自己倒是舒服了，拖累的是整个秦家。拖累秦家？这10年来，要是没有秦风在外征战，立下战功累累，你们秦家早就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这里有你这下等人说话的份儿吗？秦风，你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心甘情愿的把家主的位置拱手相让，你真是令我失望啊！祖父，玉露是我妻子，不是无关紧要的女人。你，祖父，你别生气啊！二弟倒了，这不还有我吗？有荣全在，我们秦家是不会完的。秦家要交给秦荣全，才算是真的完吧？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呢？对你这样一个算计自己亲兄弟的人，我能像现在这样跟你说话，已经是很客气了。秦家的家训就是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无论荣全采用了任何手段，既然他已经拿到了家主的位子，那就算他赢了。他现在就是秦家的家主，他所说的话，你们2个人必须给我听。谨遵祖父教诲。听见了吗？我才是秦家的家主。去，你们2个去隔壁小孩桌坐着。等我送出这份礼物，表明自己的身份之时，看你还怎么嘚瑟。看来二叔公又把今日的家宴给忘了。这个呀，是我给大家定做的玉镯。还有我，这是我偶然拿到的一坛100年的女儿红，今天呀，特地带给大家来尝尝啊！哦，你俩有心了。祖父、三叔公，你叫谁叔公啊？你可别乱讲。三叔公，玉露她是我的妻子，叫你是三叔公有何不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不配跟我说话。这是我为各位准备的见面礼。二哥都已经没钱了，你一个靠他吃饭的女人，能拿出什么像样的礼物啊？我倒不必靠他吃饭，我自己有钱。那你倒是拿出来啊，我倒是要看看送的是什么东西。唐三彩啊，唐三彩，这是一个唐三彩陶俑，是一件难得的孤品，我特意带来给大家赏玩。
这可是唐三彩，价值连城，你居然舍得往外送？大家开心就好。这个女人出手这么阔绰，可不像你们口中所说的泥腿子啊。肯定是二表哥给他的钱，只不过是左手倒右手，面子跟里子都让他给撞。这女的可真够精的。他送礼物呀，轮不到我来资助。我可听说他是西街菜市口卖猪的那个穷鬼，怎么可能？他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卖猪的怎么买得起真正的唐三彩啊？要我说呀，这该不会是个假的吧？啊？哼，以我的身份地位，别说是一个唐三彩，只要我想要，就算是10个100个，也有人拱手相送。我又何必拿一个假的来糊弄你们？就你这个臭卖猪的，还10个100个唐三彩有人相送？我看你是跟10个100个的泥腿子厮混吧。沈玉露啊，沈玉露，你要不看看我送的？你要是送的不是假货，那我这个又是什么呢？啊？怎么又是唐三彩？又是唐三彩？这马踏飞燕不是孤品吗？怎么有2个一模一样的？这肯定有一个是假的。哎，要是二叔公在就好了，他可是咱们大三国最大的收藏家，收藏过无数套唐三彩，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这还用鉴定吗？大表哥送的肯定是真的，他送的肯定是假的。我就说嘛，像你这种人，怎么可能送得起唐三彩这种价值连城的宝物？原来是假的呀！无知，我送的那个才是真品。哎呀，行了行了，拿着，别让这个假的呀脏了大家的眼睛。啊？哦，好，反正礼物已经送到你们秦家，爱怎么处理是你们的事，希望你们不要后悔就好。哎呀，诸位受罪，刚才遇到一个手上有好货的古董商，聊了一会儿，太晚了。咱们这是这么热闹，聊什么呢？二叔公，你看我这个，什么烂东西，赶紧拿去扔了。什么？二叔公，这是大表哥送给我们的唐三彩啊！唐三彩？这破烂东西可以称唐三彩？别侮辱唐三彩这3个字了，赶紧扔了！我多看一眼都怕脏了我的眼睛。二叔公，你好好看看，可是特意为你找来的。对呀，二哥，你快看看，这可是龙泉孝敬我们的。孝敬？都知道我好古董如命，竟然拿着破玩意糊弄我来，真是要我的命啊！哎，这是……这个可是真的，这个可是真的。二叔公，这肯定是假的呀！对呀，二叔公，你快把它丢了吧！是啊，这可……混账！你要干什么？我跟你们说，这个肯定是真品。老夫看唐三彩无数，不会有错的。这造孽呀！这套唐三彩的价值，足可以买下渝州城。哦，你们几个小兔崽子，谁摔的？滚出来！是他摔的。哎呦！二叔公，今日是家宴，要不咱二先吃饭吧？吃，一个饭桶！都什么时候了？啊，把这无价之宝都给睡了，就知道吃。哼，怎么不吃死你？行了，二弟，先坐下来吃饭吧。啊，大哥，我怎么？我说话不好用了是吧？二哥，你别再撒泼了，龙泉可是家主啊！哼，一个不辨真假、睁眼瞎的家主，我秦家还是早点分家吧。叔公，您若是喜欢，我再送你一件。这风真好，哈哈哈，眼光真不错。二弟，过来吃饭吧。
来人，再添个凳子。秦风，你们2个人也一起坐这桌吃吧。今天这酒我不能给你倒。你又想搞什么？没事儿，我不生气。你倒是挺大度啊！你也是知道九公主喜欢我表哥，说不定哪天我表哥就把你休了，所以啊，这家宴酒我就先不给了。没错，小风，你现在连家主之位都丢了，还不赶快休了这女人，从了九公主，当了驸马，整个大仓国就任由你发挥了，何必蜗居在这小小的渝州城呢？哦，是谁告诉你们娶了九公主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呀？那可是九公主，随便从指缝里露出来一点，就能让人成龙，让鸟成凤。哎，那你看看我像凤凰吗？你觉得我像凤凰吗？你在开玩笑吗？我看你像只山雀。山雀又怎么样？凤凰又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眼中的凤凰只是存在于你们的想象之中，那些莫须有的等级制度也不过都是虚构的。沈玉露，既然你说你是凤凰，那不如今夜这家宴就由你来买单吧。秦荣全，你不要太过分了。谁不知道七仙楼是会员制？不是他们的会员，就算你有钱，他们也不收。你看什么看呀？怎么？他说他是凤凰，连个七仙楼会员资格都没有吗？去把七仙楼头掌柜给我叫来。玉露，不怕，二叔公认识七仙楼的掌柜的，我替你付钱。二叔公，不用，我来。我以秦家家主的身份命令你们，今天谁都不准帮他买单。糟了，表嫂，这七仙楼的掌柜看起来好像不太好惹的样子。没事的，再不好惹的人我也惹得起。秦国公、秦大少，在七仙楼用餐还满意吗？不知道找我来有何事啊？佟掌柜，今日我们的秦家家宴要换个人结账。可以啊，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我回去查阅一下会员名册。不用了，我的名字不在七仙楼的会员册上。这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不在名录之上。那你刚刚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要买单？秦家怎么让你这口无遮拦的蠢媳妇进门的？真是悲哀呀！三叔公，秦将军，佟掌柜，秦家这场晚宴我来买单，你说我有没有这个资格？九公主这是什么表情啊？好像不太想让我透露她的身份一般。沈玉露，你没看她的表情吗？不行就是不行，你装个什么劲儿啊？倒也不是不行，只不过秦家是七仙楼的贵客，消费都是记账月结的。沈玉露，听见了没有？月结，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那月结的意思是，即使我拿出这个，也没有用吗？太子殿下的无字天牌，见此牌如见太子殿下，参见太子殿下。他们这是对着谁喊太子殿下？该不会是二表嫂吧？怎么可能？好使好使，当然好使。今日秦家消费多少钱？不用不用，今日你在七仙楼所有的消费全部免单。凭什么拿一块普通的玉牌就给钱了？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块玉牌是我们怎么？你对免单不服气啊？那好呀，你的还有他的，你们自己给，我不付。你表妹莫结，不就是结账吗？我来。记秦家账上。大少，记账需要家主签单才是。我就是秦家家主，难道我……秦荣全在哪儿？秦荣全给我出来！秦荣全，苏娇娇在大牢里什么都招供了，你涉嫌绑架勒索，跟我们走一趟吧。苏娇娇，怎么会？齐风，是你！我可是你大哥呀，齐风！齐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是秦家家主。祖父，是又怎么样？只看结局不看过程，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好一个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咱们走吧。你是不是在签下那份协议的时候就知道他会这样？我只知道邪不压正。玉露，秦家的所有事儿我都已经梳理干净了，以后谁也不怕了。我知道。我想把你送离渝州城2天，等驸马宴过后，我再把你接回来。为什么？那个九公主性格乖张暴戾，我怕她对你不利。那个沈婉儿啊，根本就不是什么九公主。甄丹已经告诉我了，她不过是皇上流落在民间的私生女，连正经公主都算不上。正因为这样，她才可怕。她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太过神秘。我觉得不简单。你放心。我不放心。我必须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等驸马宴过后，就把你接回来。或许等驸马宴上，让你亲眼看到我就是真正的九公主，你就会放心了。哎，这董大人怎么还没离开渝州城呢？不怕钱二爷找麻烦啊？嘿，他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状元郎的名头都被皇上给废了，他还怕什么呀？啊！笑，使劲笑，等我娶了九公主，看我到时候怎么报复。哼！他怎么又来了？难道又是来冒充九公主的？不过冒充九公主到现在还没有死，皇上是不是很宠爱她呀？既然这样，我们就不难为她了，一切就等公主来了再说吧。公主殿下，你终于来了。是啊，董永，听说最近你过得不是很好啊。上次迎风宴，我不小心把太子殿下和皇上给得罪了，他们现在联合秦风，处处打压我。我这好不容易喘口气儿，才缓过来。可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一只蝼蚁而已，还配皇上、太子殿下与秦二爷打压？公主殿下，您看能不能在皇上耳边替我言语几句，恢复一下我这个状元的身份呀？小事儿，等我回宫觐见的时候，我自会跟他说的。谢公主殿下。我至始至终都还没见到皇上呢，帮你这个废物想多了。秦风，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公主，这里是驸马宴，我有什么不能来的？秦风，你未免太装腔作势了吧？公主殿下跟你说话呢，你怎么爱答不理的？你们乐意捧她的臭脚，那就继续捧，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今晚我要见的另有其人。另有其人，恐怕你要失望了，因为今晚我九姐姐是不会来的。你说什么？我说我九姐姐是不会出现的。其实今晚的驸马宴是为我准备的。秦风，你放心，既然你来了，今晚就别走了。休想！西域大金国太子到！什么？大金国太子？我曾随我娘亲给他伴过舞，要是被他看见我了，我的身份不就被揭穿了？大金国太子？大金国可是富得流油啊！一看那箱子，里面肯定是金子，这下有意思了。九公主如此尊贵，若是能与大金国联姻，咱们大仓国又要升几个段了。连这种人物都来了。哼，秦风，你没机会喽。正合我意。九公主，是九公主吗？
玉露，你为什么不见我呀？玉露，他叫的是玉露吗？九姐姐的名字里有玉露2个字，莫非完了？东海国太子到！东海国太子也来了。东海国不仅有钱，而且还有极为出色的水军。你看，国力非常强大。咱们没有戏了，咱们就是跑龙套的，好看戏得了。不，我还有机会，只要我能获得公主殿下的认可。金太子，我看你的眼神是真不好使，这是假的都看不出来吗？这怎么可能呢？这驸马宴只有这一位女性，这背影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玉露。说吧，你到底是谁？九公主落落大方，岂是你想装就能装的？哼，你不是九公主。说，你到底是谁？哎，2位太子，她虽然不是九公主，但她也是公主呀。对，我没有说过我是九公主，我说的是我是公主。公主，分明就是舞姬。她确实是公主，也是一名舞姬。她就是大仓国皇帝和舞姬生的私生女，而且因为前几日冒充九公主，触怒了大仓国皇帝，现在已经被贬为庶民了。我说的没错吧？沈婉儿，原来是一个被贬为庶民的私生女，耍了我们这么多人，还是个舞姬，一看就不正经。竟然是被贬为庶民的私生女，那我巴结她有什么好处呀？说，真正的九公主到底在哪儿？这背影，这才是真正的九公主。怎么会是玉露在这儿？玉露，我来娶你了。俗不可耐。这眼神，玉露是在看谁啊？玉露，当年我势单力薄，你没有抛弃我，帮我夺得太子之位。今日，我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地位，都有你的一半。沈玉露，是她，她真的是公主啊！她从来没有撒过谎，是咱们有眼无珠啊！这是我东海国的国之重器，我都愿意与你分享。还有这枚玉佩，这是你当年送我的信物，我一直存到现在。东海国太子和九公主居然还有一段情缘。哦，玉露，嫁给我吧，我愿意以整个东海国为聘礼。嫁给我吧，我大金国有无数开采的金矿银矿，只要你嫁给我，全都是你的。原来她真的是九公主，原来她没有骗我，原来我们的身份这么悬殊。东海国财力雄厚，大金国金银珠宝数不胜数。九公主，那你到底选谁呀？九公主，你选谁都行，选我，选我。但是我谁都不会选，因为我已经有相公了。原来你是九公主呀！这些年的东西都是你给我的，我后悔了。你还能跟我在一起吗？把那些不愉快的都忘掉好不好？啊，东勇，我不仅会把你带给我的不愉快忘掉，我会连同你这个人全都忘掉。沈玉露，你忘恩负义，你记不记得3年前你在这被劫持的时候，是我救的你？3年前7仙楼，那个穿红色裙子的人是你？你怎么知道？原来是你！救下你之后，追完歹徒回来，你就不见了。救我的人是你？那董永他……你晕过去了，
我把你放到巷子里之后，留了条手帕，那条手帕呢？那条手帕其实是你的。